嗨，亲爱的书友们，欢迎来到书海时光，一个为你每日推荐好书的心灵驿站。赶快关注我们，一起畅游书海，让阅读点亮每一天的精彩。大家好，在今天这个快节奏、充满挑战的时代，我们都在努力寻找一种和谐相处的方式，尤其是在亲密关系中。而有这样一本书，宛如一盏明灯，照亮了我们通往理解与爱的道路。这本书就是由约翰·格雷张贵所著的《男人来自火星，女人来自金星》。约翰·格雷博士是一位在亲密关系研究领域享有盛誉的专家。他通过多年的观察、研究和实践，收集了大量关于男女在情感、思维和行为模式上差异的素材，最终为我们呈现了这本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。这本书自出版以来，便风靡全球，被翻译成多种语言，畅销数千万册，成为了无数人改善亲密关系的指南。那么，这本书到底有着怎样神奇的价值呢？它就像是一把神奇的钥匙，能够打开我们理解异性内心世界的大门。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，男女之间的矛盾和误解似乎无处不在。你是否曾因为伴侣的一句话而感到莫名其妙的伤心？是否因为对方的行为而感到困惑不解？男人来自火星，女人来自金星告诉我们，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男女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，而这种差异并非不可逾越的鸿沟。当你深入阅读这本书后，你会发现它能带来的改变是显著的。它可以让你从一个新的视角去看待你的伴侣，不再因为一些小事而争吵不休。它能帮助你建立更有效的沟通方式，让你们之间的爱意更加顺畅的流淌。它甚至可以挽救那些濒临破裂的关系，让爱重新焕发出生机与活力。在这里，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：为什么在同一个场景下，男人和女人会有截然不同的反应呢？比如，当男人遇到压力时，他们往往喜欢独自静一静，而女人则更倾向于找人倾诉。这背后到底隐藏着怎样的奥秘呢？让我来给大家讲一个有趣的名人事例。著名影星布拉德·皮特 （Brad Pitt） 和安吉丽娜·朱莉安·安吉丽曾经是令人羡慕的一对。然而，在他们的婚姻生活中，也曾经历过一些波折。据说，在面对一些家庭决策和压力时，他们常常会产生分歧。布拉德·皮特倾向于自己思考解决方案，而安吉丽娜·朱莉则希望能够充分的交流和讨论。这其中就体现出了男女在面对问题时的不同倾向，而这正是男人来自火星，女人来自金星所探讨的核心问题之一。男女来自不同星球，理解差异的基石。书中一个最重要的理念就是男人来自火星，女人来自金星。这意味着男人和女人在本质上就像是来自不同星球的不同生物，有着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和情感需求。男人和女人在价值观、行为动机以及情感需求等方面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。从心理学角度来看，这种差异源于男女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所形成的不同生存策略。男人在原始社会主要负责狩猎和保护家园，这使得他们形成了目标导向、解决问题和独立自主的思维模式。他们在面对问题时，往往会迅速地寻找解决方案，并且倾向于自己承担压力。而女人则更多地负责照顾家庭和繁衍后代，她们需要与他人建立紧密的情感联系，以获得安全感和支持。因此，女人更注重情感交流、分享感受，并且在面对问题时更希望得到他人的理解和支持。理解这一差异对于我们处理亲密关系至关重要。当我们意识到男人和女人是不同的生物时，我们就不会再用自己的标准去要求对方。例如，当男人在遇到困难时想要独自冷静时，女人不要误以为他是在疏远自己，而是要尊重他的这种需求，给他空间。同样，当女人想要倾诉和分享感受时，男人也不要觉得厌烦，而是要耐心的倾听，给予他情感上的支持。这样，我们就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冲突，让关系更加和谐。书中提到，男人和女人之间没有绝对的对与错，只有因为差异而产生的误解。当我们能够理解这种差异时，我们就能以更加包容和理解的态度去对待对方，从而减少误解和争吵。火星人与金星人相处的秘密。有效的沟通技巧。在男女相处中，沟通是至关重要的环节。然而，由于男女之间的差异，沟通往往成为引发矛盾和冲突的导火索。男人来自火星，女人来自金星，为我们揭示了男女在沟通上的不同特点，并提供了有效的沟通技巧。男人和女人在沟通时的侧重点是不同的。男人更注重解决问题，所以在沟通中他们会倾向于提供解决方案，而女人则更注重情感的表达和交流。他们在沟通中更希望得到对方的倾听和理解。这种差异导致了在沟通中常常会出现鸡同鸭讲的情况。男人会觉得女人过于情绪化，而女人则会觉得男人不够关心自己。为了实现有效的沟通，男人需要学会倾听。在女人倾诉时，不要急于打断她，也不要急于给出解决方案。书中建议男人在倾听时，要给予女人充分的关注，用眼神交流，适时地点头表示理解。例如，当女人抱怨工作上的不顺时，男人可以说：“亲爱的，我能理解你的感受，你一定很委屈。”这样的回应会让女人感受到被理解和关心。而女人则需要学会清晰地表达自己的需求，
不要让男人去猜，因为男人往往不擅长猜测女人的心思。当女人有需求时，可以直接告诉男人。比如，女人希望男人能多陪陪自己，可以这样说：亲爱的，我最近工作压力有点大，很希望你能多陪陪我，我们一起度过一些温馨的时光。这样的表达方式既能让男人明白女人的需求，又能避免产生误解。有效的沟通技巧能够让我们在亲密关系中减少摩擦，增进彼此的感情。当我们能够以对方能够接受的方式进行沟通时，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对方，建立起更加深厚的情感纽带。3. 爱的5种语言，满足彼此的情感需求。在亲密关系中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情感需求。男人来自火星，女人来自金星中提出了爱的5种语言，即肯定的言辞、精心的时刻、接受礼物、服务的行动和身体的接触。这5种语言是我们在表达爱和感受爱时的不同方式。每个人都有自己主要的爱语，这是我们在成长过程中逐渐形成的。当我们用对方的主要爱语来表达爱时，对方能更强烈地感受到我们的爱。这是因为我们的行为与对方内心深处的情感需求相契合。例如，对于一个主要爱语是肯定的言辞的人，你的一句赞美和鼓励会让他感到无比幸福；而对于一个主要爱语是身体的接触的人，一个温暖的拥抱可能会胜过千言万语。了解彼此的主要爱语，并用它们来表达爱，可以极大地改善我们的亲密关系。我们可以通过观察和沟通来发现对方的主要爱语。比如，如果你的伴侣总是喜欢为你做各种事情，那么他的主要爱语可能是服务的行动。你可以尝试用同样的方式来回报他，表达你的爱。当我们用对方的主要爱语来表达爱时，我们会发现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亲密。例如，如果你的伴侣的主要爱语是精心的时刻，你可以安排一些特别的约会，或者在日常生活中抽出一些时间与伴侣一起度过，这些都会让伴侣感受到深深的爱意。4. 尊重与接纳，建立健康关系的核心。在任何一段健康的亲密关系中，尊重和接纳是必不可少的元素。男人来自火星，女人来自金星，强调了尊重和接纳在男女相处中的重要性。尊重意味着我们要尊重对方的个性、观点和选择。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，有着不同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。在亲密关系中，如果我们不能尊重对方，就会让对方感到压抑和束缚。而接纳则意味着我们要接纳对方的不完美，包括对方的缺点和错误。没有人是完美的。当我们能够接纳对方的不完美时，我们才能建立起真正深厚的情感连接。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们要学会尊重伴侣的隐私和个人空间，不要试图去控制对方，也不要对对方的生活进行过多的干涉。例如，当伴侣想要有一些独处的时间时，我们要给予尊重，不要觉得被冷落。同时，我们要接纳伴侣的缺点，不要总是挑剔和指责。比如，如果伴侣在某些方面做得不够好，我们可以尝试以建设性的方式提出建议，而不是一味的批评。当我们能够做到尊重和接纳时，我们的亲密关系会更加稳固。我们会营造出一个充满爱和温暖的环境，让彼此都能在其中自由地成长和发展。5. 处理冲突与差异，让关系更上一层楼。在男女相处过程中，冲突和差异是不可避免的。然而，如何处理这些冲突和差异，决定了我们关系的走向。男人来自火星，女人来自金星，为我们提供了处理冲突和差异的有效方法。冲突往往源于男女之间的误解和差异。当我们不能理解对方的立场和感受时，就会产生冲突。而处理冲突的关键在于沟通和理解。在冲突中，我们要避免情绪化的反应，要学会冷静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感受。同时，我们要尝试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思考问题，理解对方的立场。当发生冲突时，我们可以采用暂停法。当情绪过于激动时，可以暂时停止讨论，给自己一些时间冷静下来，然后再以平和的心态重新开始沟通。在沟通中，我们要学会使用我开头的句子来表达自己的感受，而不是指责对方。例如，不要说你从来不关心我，而是说我感到有些失落，因为我觉得自己没有得到足够的关心。通过有效的处理冲突，我们可以让关系更加稳固。当我们能够以建设性的方式解决冲突时，我们会更加了解对方，关系也会更加深入。男人来自火星，女人来自金星是一本充满智慧的书，它让我们看到了男女之间那些看似神秘而复杂的差异，并为我们提供了理解和应对这些差异的钥匙。从理解男女来自不同星球的理念，到掌握有效的沟通技巧，再到运用爱的5种语言，以及尊重与接纳和正确处理冲突与差异，这些核心内容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，为我们建立健康、和谐的亲密关系指明了方向。所以，我强烈的呼吁大家去阅读这本书，并将其中的理念和技巧运用到自己的生活中，不要让那些不必要的误解和冲突破坏我们珍贵的亲密关系。相信我，当你开始运用这些方法时，你会惊讶地发现，你与伴侣之间的关系会发生奇妙的变化。让我们一起踏上这趟探索爱的旅程吧。记住，爱是一种能力，而这种能力是可以学习和培养的。不要害怕面对问题，因为每一次冲突都是我们成长的机会。
相信自己，相信爱，让我们用爱去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。愿每一对伴侣都能在男人来自火星、女人来自金星的指引下，找到属于他们的幸福之路。谢谢大家。